聊斋志异全集第21篇胡嫁女。话说历城县的阴天官小时候家里很穷，但为人胆子大有见识。县里有一所旧时世家大族的府宅，占地几十亩，里面的楼阁亭台一座座连绵不断。因为那里常常出现鬼怪异事，所以没有人居住，荒废下来。时间长了，府宅中渐渐长满了飞蓬蒿草，大白天也没有人敢进去。有一天，阴公和县里的一群生员们饮酒，有人开玩笑说，谁能在那个地方住一夜，大家就一块儿出钱请他吃桌酒席。阴公一听就跳起来说，这有什么难的？当晚他就拿着一张席子往那里去了。众人把他送到大门口，开玩笑说，我们暂时在这里等上一会儿，如果看见了什么鬼怪狐精，你就赶快呼救。他也笑着说，要是真有鬼怪狐精，我就抓住他做个证明。说完就进去了。只见院子里一片片高高的沙草把走道都遮住了，蒿艾长得密密麻麻。当时正值月初，上弦月不很明亮，幸好在朦胧昏黄的月光中，门窗还依稀可以分辨得出来。他摸索着走过几重庭院，才到了后边的楼阁。登上月台后，他觉得那里光滑清洁，十分可爱，就留在月台上了。再看看西边的月亮，只在山边还隐隐约约有一线月光。他在这里坐了很久，也没发现有一点儿异常情况，心里暗笑，外边流传的那些话都不可信。于是躺在地上，头枕石头，躺着看天上的牛郎织女星。到了半夜一更将要过去的时分，阴公恍恍惚惚的快要睡着了。忽然他听见楼下有阵杂乱的脚步声，有人走上楼来了。他假装睡着了，眯着眼偷看，只见是一个身穿青衣，手里挑着莲花灯的人。这人猛然看见阴公，吃了一惊，向后倒退了几步，对后边的来人说，有个生人在这里。下边的人问，谁呀？青衣人回答说，不认得一会儿。一个老头儿上了楼，靠近阴公仔细看了看，说，这是阴尚书，他睡得已经很香了，我们只管办自己的事儿，阴相公为然洒脱不拘，或许不会责怪我们的。于是众人陆续进了楼，楼门全都敞开了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往来忙碌的人更多了，楼上灯火通明，如同白昼一样。阴公轻轻翻了翻身，打了个喷嚏。老头儿听到他醒了，赶快走了出来，跪下说道，老头子，我有个女儿今夜出阁，没想到冒犯了贵人，请不要太怪罪。阴公起了身，扶起老头说，不知道今天晚上是你家的喜庆日子，惭愧的是我没带什么贺礼来。老头说，能有您这样的贵人光临，为我们镇压凶煞，除去邪气，已经是幸运了。如果能烦请您入座陪客，对我们来说更是加倍的光彩和荣幸。阴公很高兴，答应了他。进到楼里一看，布置陈设十分华丽。这时就有个妇人出来拜见，年纪大约有40多岁。老头儿说，这是我的老伴儿。阴公向他做了一会儿，只听得鼓乐齐鸣，有人跑上楼来，说，到了。老头儿马上前去迎接，阴公也站起身来等候。没多久，一簇红纱缠绕的灯笼引导着新郎进来了，年纪约有17、18岁，仪表堂堂，俊秀文雅。老头儿让他先向贵客行礼。新郎看着阴公，阴公就像宾相那样行了半主礼，然后岳父和女婿互相交拜行礼。行礼完毕，大家才入酒席。又过了一会儿，浓妆艳抹的丫鬟们开始往来穿梭，一时间酒肉罗列，热气弥漫，玉碗金盆，交相映射，光芒照耀在酒桌上。酒喝过几巡后，老头儿叫丫鬟去请小姐来，丫鬟答应一声就进去了，但等了许久还不见出来。老头儿又亲自起身，
聊起了围帐去催促。一会儿，几个丫鬟和老妈子簇拥着新娘子出来了，她身上的金环玉佩叮当作响，一阵阵兰草和麝香的香气飘散出来。老头儿让女儿向上座贵客拜了一拜，他起身后就坐在了母亲身边。阴公微微一看，只见他头上插着珠翠凤钗，耳边佩戴着明珠耳饰，容貌美丽，世上少有。过了一会儿，席上又用金爵向大家敬酒，那金爵大的能盛下好几斗酒。阴公心想，这东西可以拿回去给朋友们做个物证，就悄悄地把金爵放在衣袖里，又假装喝醉了，倚着酒桌，东倒西歪地睡起觉来。众人都说相公醉了，没过多久，就听到新郎要起身告辞，顿时又是鼓乐大作，众人纷纷下楼离去了。酒席结束以后，主人收拾酒具，发现少了一只金爵，到处搜寻都没有找到。有人便私下里议论是伏睡在那里的阴公拿走了金爵。老头儿急忙制止，不让他说，唯恐被阴公听见。又过了一会儿，楼内楼外都恢复了寂静，阴公这才起来，但见漆黑一片，没有一星灯火，只有脂粉香和酒气在屋子里到处飘散。他看看东方已经发白，就从容地走下楼去，一摸袖子，那只金爵还在。到了大门口，众生员已经先等候在那里了。大家怀疑阴公是半夜里离开，早晨又进去的。阴公就拿出金爵来给大家看，大家看后都惊讶地追问，于是他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告诉了他们。大家都觉得这种金爵不是一个穷书生所能够有的，这才相信了他的话。后来阴公考中了进士，到肥丘做官，当地有一个姓朱的世家大族设宴招待他。席间主人命令仆人取大酒杯来，但很久也不见拿到，却有个小童扑过去，掩着嘴向主人耳语了几句。只见主人的脸上现出了怒色，不一会儿拿出大金爵向客人劝酒。阴公仔细一看，发现那金爵的款式和雕刻花纹与狐狸精的一点区别也没有，他心中十分疑惑，就问主人这金爵是哪里制作的。主人说，这种金爵一共有8只，是我祖上在京城做官时找能工巧匠监制的，这是我家传世的宝物，珍藏已经很久了。因为县令大人您屈驾光临，才让仆人去从箱子里取出来，但发现只剩下7只，先怀疑是仆人偷走了，但又看到箱子上10年积落的尘土还像原来一样没有任何变动，这事情实在让人费解。阴公笑着说，那只金爵成了仙飞走了吧？然而世代相传的珍宝不能丢失，我有一个金爵和你家的非常相像，应当把它送给你。宴会结束后，阴公回到官署，拿出金爵，派人立即骑马送去。姓朱的主人把金爵审视了一遍，十分惊骇，亲自登门前来向阴公道谢，又问起了这只金爵的来历。阴公就把事情的原委一五一十地讲给他听，大家这才知道远在千里之外的物品，狐狸精也能够设法取到，不过不敢最终留在自己那里。点评：参加人的婚礼不是新闻，但参加狐狸的婚礼绝对是新闻了。狐嫁女写的正是历程，殷世丹在与朋友们打赌比勇气时参加狐狸嫁女的奇遇。狐嫁女故事的言外之意，君子爱财，但取之有道。这段其实是宣扬一种君子成人之美的道理。君子成人之美出自《论语》，君子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恶，小人反是。成人之美并不难理解，其重点就在一个美字。美是一种美德，它是一种美好的、善良的、积极向上的那种东西。最低限度，它也是对社会、对他人无害的一种行为。在狐嫁女的故事里，所塑造出来的故事人物，都体现出了每一个人物必须要拥有的道德标准。
但凡世人极力推崇和视为正确的，在这个故事里都有所表露。殷书生是个读书人，他在故事中就是一个安安分分的谦谦君子。狐仙在故事中虽然属于异类，但他们却遵循一个标准，不贪图别人的财富，借用别人的东西也做到好借好还。即使在无意中丢失了一件，他们也没有怀疑人类，这一点表现出来是对人类的尊敬和信任。另外，故事从整体上看，可能是在暗示狐仙具有高超的本领，在冥冥之中推动一件有遗憾的事情，助其形成一个完美的结果。朱家那个官宦家庭，守着祖宗传承下来的财富，既没有守好，也没有加以利用，在故事中被狐仙嘲弄了一回。总的来说，故事中的人物定型向我们阐述了一个道理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社会定位，在这个位置上，每个人都要各安本分，坚守自己的操守，不逾越道德的底线，老老实实做人，从而得到善有善报的完美结局，即我们孜孜以求的因善而得的福报。